许多人认为有大学文凭才能找到好工作，但事实上，现今绝大多数的公司和老板更重视的是我们的实力，而不是我们的文凭。当然，知识还是很重要的，但拥有知识却不等于要拥有文凭。相比起几十年前，现今文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因为许多学校教的知识都已经非常老旧与过时。许多人在学校所读到的知识，去到社会时却是用不到的。甚至现今网络上的知识与资讯都比学校更多、更好，也更便宜。如果学校仍然跟不上时代的节奏的话，那么学校陆续倒闭必然是迟早的事。今天我会带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探讨有关学校的问题以及网络学习的优势。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学校对你而言是个怎样的地方呢？是个充满温馨的地方，还是个充满痛苦的地方？对于许多学霸来说，学校或许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但对于许多不爱读书的同学们来说，学校可能就是一个很折磨人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把学校当作是娱乐场所一样看待，就好像我一样。无论大家对于学校有着什么样的感觉或看法都好，有一件事是大家必须知道的，就是许多学校将会陆续倒闭。虽然过去学校确实栽培了很多精英，也贡献了社会，但与此同时，学校也因此埋没了许多精英的潜能，让他们在这个社会一事无成。有些人不是不喜欢学习，而是学校的氛围与方式并不适合他们。有些人是很努力学习的，但就是跟不上。然而，校方往往注重的不是学生的努力，而是学生的成绩。要知道，有些人不怎么努力读书，都可以考到不错的成绩。要是他们努力读书，成绩当然更好。这是因为他们先天的个性以及家庭背景的因素，让他们更能适应学校的学习环境。而另一些人则是因为考不到好的成绩，而被校方或父母冷落。要知道，每个人的潜能与兴趣都是不相同的。如果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肯定会埋没许多人的才华与天赋。今天，许多学校没正视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做而做。就比如说，不少的学校都会有自己的模范生，但这些模范生是不是就一定最优秀的呢？当然，若按照学校的标准来看，模范生当然是学生当中最优秀的。但我们若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模范生也不过是在某些方面很优秀而已，并不是全方面都很优秀。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应该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有些人考试成绩很差，但不代表他长大以后没有前途。有些人考出来的成绩是很好的，但却不表示他长大以后一定很有前途。事实上，有很多成功人士在求学的时候成绩很差，甚至辍学的都有。当然，也有很多成绩很差或辍学的人，到头来真的是一事无成的。但是在一事无成的人当中，也有不少是曾考到好成绩的人哦。我要表达的是，学校给的成绩与学生个人的前途是不能成比例。其实学校种种的问题在很早以前就有人发现了，但校方却不想改变。所以即使有人发现了学校的问题，也都无济于事，不了了之。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网络上的普及化，懒惰改进的学校势必会被网络资讯与人工智能所淘汰。因为在5年或10年之后，网络学校以及 AI 助理将会成为大家学习的主流方式。当然，学校所教导的一些知识是很好的，而技巧也是很重要的。
但不代表学校所给的知识都适合每一个学生，也不代表学校教的技巧就一定有实际用途。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与技巧，在以后的工作或生活上都用不到，因为现今时代的变化实在太快，学校教的知识已经跟不上时代。当我们已经在4G 时代的时候，许多学校的设备与知识都还停留在2G 或3G 的时代，甚至更久远的时代。以后，当我们进入5G 或6G 时代之后，相信许多的学校仍然会跟不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公司聘请员工时不注重文凭的原因，因为学校很多时候都是在纸上谈兵，实际作用不大。许多公司更注重的是这个员工的态度以及他过去的经验和作品。比如，如果有2个人去面试同一个公司，一个有文凭却没有经验和作品，另一个则有4年相关的工作经验与其作品，那么老板会优先聘请哪一位呢？是前者还是后者？当然肯定是后者啊！除非2个人都一样没有经验、没有作品，那么老板才会优先聘请有文凭的那一位，因为文凭只能证明我们有相关知识，却不能证明我们有实力，而我们过去的经验和作品却是可以证明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当然，知识还是很重要的，但拥有知识却不等于要拥有文凭。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尤其是以后的时代，文凭是不值钱的，因为现今的网络科技变化实在太快，导致学校所教的知识很多都是过时且不切实际的。今天不同以前要学什么样的知识都必须到学校，但如今学校教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甚至更多、更好，也更便宜。只要我们有一定的自律与好学心，我们从网络上所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学校老师和教授懂得更多。要知道，网络的资讯与课程只会有增无减，而且还会越来越专业与精致化。试想想，在5G 还未普及化之前，网络的资讯与课程都已经如此庞大了，更何况5G 或6G 以后的时代呢？所以，网络学习肯定会取代许多传统学校。网络学习或是网络学校势必会成为未来的主流文化之一。尤其是5G 普及化之后，许多学校肯定会陆续倒闭。而学校倒闭的原因包括通货膨胀而导致学校的成本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而导致许多人付不起学费，人口老化导致求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学校因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导致大家觉得没有自由，学校更新课程的速度太慢而导致资讯老旧或过时，校方没有鼓励老师多上网学习而导致老师与世界脱节。至于网络学习的优势，包括成本低、时间和地点自由、方便比较所有课程的水准、资料庞大、更新速度快、有 AI 辅助。当然，网络学习的优势再多再强，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实体学校。正如网络购物并没有取代所有实体店一样，但是严重的冲击与打击还是有的。除非学校不断强化硬体设备，以及跟上5G 时代的潮流，并且带来更创意、更科幻、更先进的教学，否则学校被淘汰是肯定的事。因为在以后的时代，只有优秀的实体店或学校才能在未来当中脱颖而出。当然，网络学习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自己要够自律、够好学，不然网络的便利只会让我们更加的颓废、更加的懒惰而已。如果我们或孩子想要学习却不够自律，我们可以考虑邀请几个人，每天在特定的时间中一起学习和彼此监督。而那些相对于比较自律的人，即使自己一个人能够每天上网学习自修，也仍然要抽出时间
户外活动，或和家人朋友团聚与交流。否则，一个人待太久，肯定会很容易自闭，很容易钻牛角尖。最后，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你正准备读大学，而且还不知道以后想做什么工作的话，那么建议你不要读大学，因为没有方向的你只会白白浪费4年的时间而已。你可以用这4年的时间去探索自己的潜能与兴趣，尤其是透过网络多学习各种知识。或是如果你以后的工作是非要文凭不可的话，比如医生和律师，那么你确实可以就读大学。只是在就读大学的同时，也要知道5G 出现之后， AI 势必会对许多专业人士带来极大的打击，包括医生和律师。又或者，如果你以后的工作是不需要文凭的话，其实大可不必读大学，除非你读大学不是为了文凭，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以及训练自己的学习能力。不要担心没有大学文凭会失去就业机会，因为现今有90%以上的公司都是不需要文凭的。只要你有实力、有知识、有经验、有作品、有创意、有批判，你就是公司所要的人才。如果你有弟妹或孩子在犹豫着要不要读大学的话，可以让他们看一看这一个视频。最后送大家一段圣经节：智者必发出光辉，如耀眼的穹苍，引导多人归向公义的人，必如闪烁的星辰，直到永永远远。末了，许多人必四处探究，因而知识必增多。OK，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上次的这个影片，摆脱社会的束缚以及活出自由的人生的话，那么记得去看看哦，因为这个影片会帮助你理清个人的定位、团队与父母给的压力，以及有关于成功与幸福的渴望。要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想法的话，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我分享不错，记得按赞、转发、订阅和关注。那么我们下期再见。